新闻大白话，刚刚我们谈过了两岸关系，现在带你来看看美中关系，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很多人都觉得雾里看花。我们现在也来看到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现在到达了中国大陆了。那么布林肯抵达上海，中国大陆派遣上海外事办主任去接机。那么中方是派遣了这个上海外事办主任孔福安呢，特地去接这一个布林肯。那么据美国媒体报道，布林肯预定今明2天会在上海会见商界跟青年代表，26号会到北京去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直播观众朋友，你看到这个画面，很多人就会开始在问了：这布林肯到大陆去是不是遇到了冷对待呢？中方只有派上海外办事主任去接机，先意说是不是有降格了呢？因为布林肯2023年6月访华的时候，中方的接机规格已经被指出似乎有故意冷待之意。那么布林肯在局势比较紧张的时候抵达中国，却没有走红地毯，让大家觉得好像是不是中国大陆没有那么重视呢？在中国就俄罗斯与中国双边关系威胁中国的时候，时任的外交部长，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在机场受到了中国外长的红地毯，你看他还铺红地毯迎接。但相对我们看到了布林肯的状况呢，就是一般的接机的感觉，好像有点落差。所以有人就说了，没有红地毯，也没有乐队，布林肯的待遇好像只是个普通人。这一条 Twitter 还有1万个赞来按同，还按认同。那么现在大陆的官媒现在硬刚中美隔空闹话了。我们可以看到呢，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亚洲谈天说提醒布林肯别想带着筹码来访华。那么布林肯已经抵达上海，大陆官媒说不要这样子哦，因为呢，布林肯这次要接过美财政部长耶伦的话筒，接着谈所谓的产能过剩论。美国以为制造这样的筹码会打消中国的信心，但他们这种行为何尝不是在证明我们做对了呢？这是这一篇的报道讲到的。但是现在中美隔空互闹狠话，布林肯访中如下油锅吗？这一回布林肯呢，祭出访华的前3招呢。第一招就是制裁援俄中资银行，再来就是在菲律宾部署中潜导弹，还有最后就是美国国会通过的援台法案。不过当然了，中国大陆也不是省油的灯了。中国外交部提出了5大目标，包含了第一个，树立正确的认知，加强对话，有效的管控分歧跟推进互利合作，承担着大国的责任，是大家一起的。环时社评就说了，布林肯落地中国大陆之前，先扣好第1粒纽扣。他们说呢，其实如果你是好的朋友来了，我们当然就有好酒，但不好意思，如果你要当豺狼的话，我们也有猎枪。布林肯从上海展开中国行，与美中负责任的管理分歧。你可以看到他在上海的时候呢，还吃包子哦，似乎想融入这个华人文化，当然还有游豫园看 CBA。那么可以看到，布林肯说，拜登是致力于世界最大的2个经济体之间的直接和持续的对话，并且负责任的管理我们2国之间的关系。那么上海市委书记呢，陈吉宁就讲到了，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建交以来2国关系并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有波折，但是总体来看还是不断的向前发展。大家都很好奇，那么这一回布林肯到了中国大陆去，是不是有什么目的？没有错，他有3个任务。任务1就是阻止中俄联手。访华前传出美国拟制裁中资银行，中美金融战的第一枪，所以有人就分析了，首要之务是遏制着中国挺俄国的军工。再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大陆为拜登来做访路铺路，就是这个习拜会有没有可能再次登场？引述《星岛日报》的消息，透露布林肯呢将会会见习近平。《星岛日报》说了，布林肯此行可能为拜登访问中国大陆来铺路。那么拜登2020年当选之后，到现在都还没有去过中国大陆，而且现在美国又要选举了，是不是先帮他铺好路呢？第3个就是美债了。微博的网友呢就一直在讲这件事情，他说：“你看美国慌了，布林肯来跪了。中国过去26个月当中，有23个月都维持着在减持美债，共呢抛售了5450亿的美债。布林肯抵达上海了之后呢，那么现在是不是又游了豫园，又吃了南翔包子，还看了上海的大鲨鱼的篮球比赛？但布林肯可不是来玩的，最后的重点还是希望中国能够买美债。我们想请教一下介大使，你怎么看这一次布林肯到中国大陆去？你觉得他有被冷落对待吗？我觉得啊，这个机场的这个欢迎啊，不要说是美国啦，
就一般这些中小国家待遇可能会比布林肯好。对，这个真的是我从外交看，真的是惨不忍睹啊。对，就是说，而且他的中央方面都没有人来任何，就是说表示欢迎之意。对，就由地方这个外事官员出来见个面啊。那不过另外一个角度看，其实这也是布林肯自找的。对，你今天去中国大陆访问之前，你看美国做了多少动作，都是招针对中国大陆不友善。你通常你要去别人家访问之前，你先不要这个先那个不要这种怎么讲呢？去踢馆的感觉啊！你看你刚刚讲的这几点嘛，又要制裁中国大陆的银行，对不对？还有一个没讲的，已经要宣布对这个做中国大陆进口的钢铁跟铝制品进行301调查。最近的人权报告又说中国大陆在这个新疆这个什么种族灭绝。然后呢，又在这个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然后一系列的，对，那这不就是很不友善的事情吗？那你说这种情况下，换做别人，人家可能用红地毯来欢迎你吗？那好像就是说，你打我的话，你羞辱我的话，你找我麻烦的话，我怎么样？我还是怎么样？还是必须要对你还要笑脸迎人吗？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他也没有办法对你这个布林肯摆出一副很欢迎的架势，对不对？中国大陆老百姓也都知道美国最近对大陆的情况嘛，做的作为嘛，所以我觉得布林肯遭到这样子的冷遇几乎降格到这种程度我觉得那也是他求人得人也是可以预期的。那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说，美国现在基本上进入大选期。他一方面要在表面上对中国大陆疾言厉色加以各方面的声讨，不假辞色。可是骨子里呢，他又不希望中国大陆做出一些比较强烈的回应，让美国不管在各方面颜面无光之外，实际的利益会受到损失。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他表面是表演得很强硬，可是骨子里也有很多需要中国大陆合作。那当然，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关系也是类似如此啦。那不过我整个看起来，我觉得在这个时机那么布林肯去大陆，我觉得很多问题，除了刚刚一些新的问题，并不影响大局。真正会影响动到美中关系的这个筋骨的就是台海问题。这会让两国基本上会很可能针锋相对，或就变成全面决裂，就是台海问题。台湾问题最近就是赖清德快要上任了520要做个演说，我觉得布林肯应该就是跑到大陆去汇报一下，他们从这个赖清德当选以后这么一团跟赖清德在这边怎么讲呢？在这边给赖清德各种怎么样，各种的这种掌控的结果是如何，要跟中国大陆去这样交换一下意见。那我们来问一下厉将军，你又是怎么看呢？尤其是现在中美好像隔空在闹话了。其实我觉得，如果布林肯要去中国访问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当一个国家这么高阶的人去访问之前，彼此都会释放出一些善意，然后让这个会谈可以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对。但是我们事实上这次所看到，就像刚刚介大使所讲一样，美国不停的抛出各种不善意的言行动作，包括301法案的这个要准备记301法案，还有新疆的人权问题，对不对？在菲律宾部署这个提风系统的导弹，还有这个在这个其他就是在这两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其实释放出来很多东西，就表示说他们这次的会谈很明显，就是布林肯这次去来讲不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大家原来还是在预测说他会不会跟上次一样见到习近平，但目前来讲，我看如果说以这种接待的规格跟双方来讲一开始就闹得这么僵，可能来讲的话，要见到习近平的可能性不大了。但是我想说，这次来讲，它最重要第一件事情是俄罗斯战争的问题，因为我们如果从军事观念来看的话，大概乌克兰快撑不住了，所以美国急着给他这些钱。其实，撑不住的原因，那美国现在跟北约国家就怪到中国头上，说都是你提供他这些零附件提供他生产这些机具。可是商业行为本来就是底下贸易商，你卖给谁我也没办法去管制对不对？事实上，中国也有一些东西，军服衣服这个卖给乌克兰的也有，它只是商业上面的贸易行为，但是关键的这种飞机大炮反而没有，真正提供给俄罗斯的是
这个北韩可能还有，他反正就是死猪不怕滚水烫，反正我已经被你制裁差不多了，所以我也不怕了。但我特别要讲哈，我特别重视是军事部分，我觉得这次布林肯去后他就说了，他虽然说摆出这么多条哈，就准备要去跟中国吵架的，但是就军事这一点来讲的话，他已经说了。怎么讲呢？提风系统叫得很大声，我要在菲律宾吕宋岛布置提风系统中程导弹。结果各位你知不知道？到今天最新的消息是，提风导弹有2种飞弹嘛，一种是标6是对空的防空飞弹，另外一种是战斧巡弋飞弹。它系统巡去了，可是它战斧巡弋飞弹没有去，所以美国来讲，在这方面来讲，它还是忌讳中国的武力。另外一个，这个有关于这个我们讲歼灭间这个美菲在这边联合演习。今天早上最新的消息是，美国最大的一艘主角叫做这个全狮号两栖登陆舰，他不去了。他说我技术性的故障，我船坏了，我开不过去，然后这条船就不过去。日本也不去了，日本原来要派2艘军舰过去，他也说他不去，我只派顾问团过去。所以可见他演习规模也已经缩小，飞弹也不去了，这个演习这个主要的两栖登陆舰也不过去了。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说美国很明显的，这次布林肯去的话，他已经摆出来就是先退后一步，已经先说了，已经先捞了，已经看得出来。那后续经济啊各方面来讲的话，可能也得不到一个好的他所望的一个结果。我们来问一下永平委员，您又是怎么看呢？这一次布林肯去可不是去玩的，他是有任务在身的。那你怎么看他的这3个任务呢？我觉得布林肯这次的这个出访前的强硬讲话跟到了中国大陆被冷遇的对待其实这个正是说明了，其实东方文化还有这个政治上的一些习惯确实有蛮大的差异。因为如果说有在美国社会待过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就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其实是蛮粗鲁的我记得以前还有一个知名作家写了一本叫《粗鲁的美国人》，就是第一个他们呢讲话非常直接那他跟人的对待，他特别谈判这样子好了大家看川普就知道，他先呢从头到尾把你骂一通，骂得一文不值之后呢，然后我们来谈 deal 好像那个先弄出一个纸老虎，可是呢，我要跟你做什么样的交易，甚至什么样的让步呢？我们台面下再来协商，正式先摆出来，让我们来协商。可是东方呢，特别是中华文化这种是什么讲究呢？讲究说我要有一个善意的气氛，对不对？我们要先以礼待人，以礼待人，先表达一个和善的氛围。那结果呢是笑里藏刀型的，对不对？我表面对你客客气气的然后我们来谈什么呢？好，真正的里面刀枪呢藏在你里面的这个笑容里。那这种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本来就有就说西方在跟你谈重要问题的时候，他喜欢先把话讲得很强硬。那东方的部分是希望说你先讲点好话那我们呢先把我们可以谈的共同基础来，那差异的我们再去处理。所以这样的情形在现在这么复杂的情势，那再加上布林肯这次还有一个压力，他不只要完成3任务，他还要顾虑美国的媒体跟美国选举以及拜登的选情，所以他为什么非要对这个中国大陆出访前要讲话很强硬呢？大家就看到了嘛，美国要在布林肯出访前去通过那个大包裹的包含台湾的这个军援军售法案，以及还进了 TikTok。对那你这件事情，你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讲，你是怎样？你骂也骂了，然后呢，难看的手段也使了，然后你要期望我还把你当成上宾来对待，有这种可能性吗？有这种事吗？所以当然没有嘛。那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一个是表面的纸老虎，一个是笑面虎。那这种2种不同形态的文化跟那个老虎坐在一起，是不是一定都谈不出来呢？政治上我们也不能够太认为，因为政治本来就是这样，你一谈判下去呢，共同利益有如果说处理俄乌战争的问题，他们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利益的部分，那也许那个部分会有地方
那个谈。但是呢，台湾问题大家是不用想的啦，只是说我们刚才有来宾预测。去布林肯去到北京，是不是会去说明说，到底美国人来这里给赖清德怎么样的框架，怎么样的压力那是不是美国会予以觉得说给他一点面子？那这个是细节，说真的，他一定是不会曝光的。那这个我们也有待他未来形成的观察。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来带您讨论现在美国内部所面临到的问题。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那么刚刚我们谈完了这美中的关系，现在我们带您来看看美国内部自己也面临到的问题。那么现在他们最头痛的恐怕就是这宛如学运的示威潮了。我们带您来看到呢，其实在美国学运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一触即发。光是在美国的德州大学挺巴勒斯坦的学运就爆发肢体冲突，至少造成20人被逮。德州大学的奥斯汀分校数百名手持棍棒的州警出动来镇压。你可以看到呢，这名学生直接是被压在了草地上。从社群流出的影片，你可以看到呢，其实这个警方也是直接的来压制那么甚至跟学生扭打，场面是相当紧张。不过呢，这样子的画面不只出现在德州，我们还要带您继续来看到在哥伦比亚大学，他们现在说他们自己已经变身成巴勒斯坦人民大学的帐篷城。我们有画面带您来看到的是呢，其实有很多的学生直接站起来说欢迎来到巴勒斯坦人民大学。哥大的学生遭警察暴力逮人压制在地，学生是尖叫爆发肢体冲突，包含了还有纽约大学参与抗议的纽大生也讲到了，他们只有喊口号、唱歌跟打鼓。如果这是暴力，那我不知道依据是什么。而现在挺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在美国可以说是遍地延烧。美国众议院议长暗示可能要出动国民兵了。强生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呢，如果这些示威不能被快速压制，让国民兵出动的时机恐怕是适当的时候了。那么现在是不是火上浇油？那么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批评美国挺巴学运是恐怖，还说学生根本是暴徒，应该被阻止。他斥责这样的抗议活动极其恐怖，还说呢，同时把这些示威者贴上了反犹的标签。只不过大家就会说，那不是你先开轰加萨的拉法，美国现在似乎也想要让纳坦雅胡下台。以色列猛烈轰炸加萨走廊北部多个地区，以军表示过去24个小时之内已经袭击了50多个目标了。以哈战争进入到200天，援助的组织呢就讲到了攻打拉法将酿末日的劫难。他们警告了，当地有150万人现在寻求庇护，其中有许多人住在临时的营地。他们真的很担心以色列会不会真的要来进攻拉法，那这些人该怎么办呢？现在卫星照也曝光了，拉法出现了大量帐篷，疑似以色列准备要派军。在加萨南部拉法以北5公里的地方，有一排长长的帐篷，现在是被搭起来了，疑似呢是准备向仅存的平民避难地来做派遣军队的动作。以色列官员说，以军已经准备好进攻加萨的拉法，就等政府批准。现在连裴洛西都呼吁以色列总理赶快辞职吧。美国媒体说，他指责后是中东地区和平的障碍。那么裴洛西指责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多年来一直都是中东和平的阻碍啊，所以他认为这个赶快纳坦雅胡辞职吧。只不过现在距离美国大选呢还有270天。还有一段时间，那么这美国内乱现在要怪 TikTok。美国大学为何充斥着反犹呢？因为纽约大学教授说，就是 TikTok 的操控。他说，你看看 TikTok， 你就会发现52支与以色列有关的影像都是支持哈马斯或巴勒斯坦的。我认为我们正在被操控。美国拍板 TikTok 不卖的话，就会禁止，大限是270天。拜登24号签署这项法案生效，就开始倒数270天了。TikTok现在不卖就要禁，那么现在拜登签署的这个封杀法案，字节跳动需撤美。TikTok 声明，我们将会抗争到底，因为他们认为这项禁令是违宪，一定会跟他抗争到底。我们来听听看执行长周受资他是怎么说的。Make no mistake, this is a ban on TikTok and a ban on you and your voice.
It's actually ironic because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on TikTok reflects the same American values that make the United States a beacon of freedom. Rest assured, we aren't going anywhere. We are confident and we will keep fighting for your rights in the courts. The facts and the Constitution are on our side, and we expect to prevail again. 可以听到呢，执行长周受资是放话，他说：“请放心，我们哪里都不去，我们有信心继续在法庭上争取你们的权利。”但白宫就说了 ，TikTok 的法案不是禁令，中国应该允许 TikTok 被出售。白宫声明讲到了，拜登政府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是以符合国家安全关切的方式，让 TikTok 从中国持有中来撤资。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介大使，这个美国爆发了玄运潮，可以说是遍地开花，而且这个情势似乎是越来越严峻了。我觉得这个事件就在全世界面前哈，包括美国人面前啊，揭穿美国民主政治的假面具。所以美国的民主是假的，他没有接受到真正的挑战啊。接到挑战的时候啊，你就发觉他强调什么哈？言论自由啊，这个可以示威自由哈，示威表达言论的自由。然后呢，这个警察要依法行政。不会被政治所控制啊！在这一个事件里面，你就看到这个美国这个民主就是假民主，只要在严重挑战的时候啊，他就露出真面目，这就是美国民主的真面目。这些学生基本上没有斗殴啊，还是和平示威啊，只是说他每天都在那边示威，他没有任何造成暴力，也没有蔓延到校园。你校园说实话。是一个怎么样？一个学术的殿堂，那里面是应该有极高的这种自由跟言论的这个保障程度，结果校园都没有，所以你不要说社会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美国真正那个假民主在接受考验的时候不堪一击的最好的明证啊。对，你知道就是说美国现在这个问题是什么？美国的所有制度经不起两样事件考验。第一个，它挑战到利益团体的核心利益的时候。美国利益团体，我说穿了就是美国的犹太势力，它就是一个利益团体。你挑战到强大的利益团体的时候，利益团体就会不计任何没有任何标准把你消灭掉。这就是利益团体在美国政治里面扮演的特别强而有力的措施。第二个就是说，美国在面临民族主义的冲突的时候，这个民族主义也是不长眼睛的，他就会选边了以后像你们这种巴勒斯坦的话，民族主义就选错了，所以呢，基本上没有任何会同情的。只要你的民族是不对的你是一个怎么讲呢？被怎么样？被鄙视永远要被踩在脚底下的民族的话，那对不起，你没有办法来挑战主流民族的主流价值种族价值。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说，大家有幸啦看一看什么叫美国民主，这就叫美国民主。这些学生手无寸铁完全和平示威一点暴力的举动都没有，而且美国是强调这种绝对的言论自由。你知道美国的3K 党可以直接到街上去游行的他可以到处的叫嚣他的种族主义的，因为美国的绝对自由叫美国的宪法修正第2案是，美国是主张同意绝对的言论自由的，100%言论自由。那结果呢？什么叫反犹太主义？反犹太也是一个言论自由他也没有暴力请问一下，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有暴力吗？完全没有所以你就看到美国的假民主这次完全去拨穿。我是觉得要给这个全世界啦，包括台湾对美国有一种盲目信仰或盲目崇拜的人睁开眼睛看一下，也花点时间去研究一下那现在就是说，基本上这个字节跳动的问题美国更是显示出强盗本性，也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你要进你就进嘛，对。可是问题他要你怎么样？他要你东西走，你人走，东西留下。你一定要卖给美国人，而且是他信任的美国人，要不然的话我就把你禁掉。意思是说，不是我不让你在这边因为你不卖给我美国人，所以我不让你来。这个说穿了就是怎么样？看到人家东西好，又不愿意让人家不做的事情，把人家就硬抢过来，这不是强盗吗？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美国这个国家过去花了那么多钱营造出来那个自己的美好的形象，被他们自己都打垮了。
我们问一下厉将军哦，现在是不是连美国都受不了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希望他可以赶快辞职就没事这样？其实我可以研判啊，你刚刚看那个帐篷，那个白色帐篷哈，它确实是准备对拉法进攻的准备。那这批帐篷哈，不是给他们以色列军队住的，是给谁住的呢？是给巴勒斯坦难民住的。他准备进攻拉法之后，把这些难民移到这帐篷这边来。那我们前一阵子听到那个就是苏利文跟布林肯啊，跟以色列的这种国安官员吵架，然后被咆哮，然后他们两个不敢答应声音，就是为了这批帐篷。那苏利文跟布林肯就问他说：“我们现在国内来讲，这个对你们这些这个种族灭绝的行为来讲，全世界都已经引起反感了。那你进攻的话，你准备这些帐篷，这些难民住到这些帐篷去之后，你不能光弄个帐篷给他们住啊，后续他们要吃饭、医疗或者饮水。”这些问题你们安排了没有？准备好没有？结果以色列是毫无安排、毫无准备。那毫无安排、毫无准备，他也回答不了布林肯跟苏利文的质问，就当场跟他翻脸。所以那次翻脸是为这件事情翻脸，也就是说，以色列已经做好进攻这个拉法的准备，而且他不管死活，我就打进去。那后续来讲，对于这些难民如何安排，他根本是毫无准备。这是对于这个加沙地区。那另外在约旦河西岸来讲，以色列来讲也很那个。美国现在来讲要制裁他一个部队，叫做犹太胜利营。它是极端的犹太主义组成的，它没有女生哦。犹太军队很多都是有女性，但是这支部队是纯男性的部队。这个营来讲的话，是极端的犹太主义者。他们在约旦河西岸可以说是这个对于那边的这种巴勒斯坦人呢，是极尽的压迫跟残害。其中在2022年的时候，他们杀害了一个具有犹太籍跟美国籍的老人，80岁老人。他把他杀掉以后，但是美国那时候就是假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看到，但现在来讲，他为了要制裁这个以色列来讲的话，要对他实施制裁，他找个理由啊，他就用2年前这个老人的事件，他说他引用莱西法，就是要对这个犹太胜利营来实施军队的制裁，也就是说，他美国自己这个莱西法，就是说，如果说你部队有这个危害到这个战争法来讲的话，我可以不提供你军事的援助，那想要用这台来制裁这个。以色列的国防军，那纳坦雅胡当然是不能接受了，他就现在为这件事情，美国跟纳坦雅胡正在吵得不可开交。我们来请教一下永平委员，那你又是怎么看现在 TikTok 美国好像就是把剑指向了他？不是，当然 TikTok 的问题啊，谈很多次了。那它最核心的精神就是违反美国自己宪法的精神嘛，保障言论自由嘛，保障你的这个商业贸易自由嘛，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说上面的言论你不喜欢，你就强迫要把它卖出去，然后还要指定说不能什么国籍的人拥有他的这个财产，这简直是莫名其妙。我必须讲哦，当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美国发生的新闻，这些学生他们的抗议是平和的，而且呢，他们选择的地点是他们学校的校园，并不是有阻碍到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影响到其他的人的生活的。他是在他自己的校园。这样子，你在美国都出动国民兵进去把这些平和的示威者逮捕，那大家去比一比，那个时候整个西方媒体整天骂、整天抹黑的香港反送中，那些年轻人在街上干什么？丢汽油弹，然后把捷运的设施搞得乱七八糟，然后自己那个设置路障，让上班的人无法上班，让工作的人无法工作，让整个城市瘫痪。那警察去抓几个人，哇，那整个西方媒体就说你们就是独裁政权啊，你们就不得了什么什么的。那说实在话，谁比较过分？大家有没有觉得美国人的双重标准真的已经到了离谱且令人恶心的程度？对不对？你在校园里面，人家搭个帐篷，安安静静的，你这样子凭什么出动国民军去逮捕他们呢？这种事情真的，我觉得活在台湾的人真的很难想象，就在自己的学校里头，也不是说真的在外面的什么大众的地方。那你美国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你凭什么还对别的人指指点点？你让那种被他指点到的人会甘愿吗？那尤其你 TikTok 这个事，
提到这个事情很好笑了啊，他其实美国真正要的是什么？是他的演算法。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韦佳琪。那么这节我们从国内政治带您看到国内局势、国外的局势。那么现在包括我们这一节的来宾有前驻纽大使介文吉介大使午安，佳琪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我们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委员午安，大家好。还有我们退役少将厉正杰厉将军午安。大家午安。好，那我们今天带大家来看到现在的两岸关系是很多人很担心的，但是这两岸关系要怎么样走向缓解呢？那么有人就说现在对岸是递来了棒子跟胡萝卜。我们看到了赖清德喊话对岸应该要珍惜善意，由两岸执政党良性来对话。他说善意不变，在现阶段希望两岸之间可以理解、谅解，甚至是尊重各自的立场，由两岸的执政党负责任展开了良性对话。只是现在两岸的观光是不是有望可以松绑，带来好消息，迎来暖春了呢？国台办说积极推动包含旅游的各领域合作，那么这也是很多旅游业者所引颈期盼的。交通部长王国材说善意不变，在现阶段希望两岸之间可以理解谅解，而且也要尊重啊。那么他也是希望说热切期盼，因为现在包括了很多的旅游业者都来跟他讲，希望可以开启两岸的管道。那么台湾旅游业界呢，大家当然都是看好的，只是你看看国台办回应 M503 航线的调整，他说其实并不存在国安风险，为常规的优化工作。他说，首先我们强调一点，没有什么所谓的海峡中线，所以就也没有什么国安的问题。大陆甚至也取消了 ECFA 的找抽清单。国台办说，如果民进党台独不改，恐怕还会再有措施。所以呢，这个棒子打的也是很狠。朱凤莲就讲到了，民进党当局如果还是坚持台独拒不悔改，大陆有关部门依据相关规定，还会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制裁。只是现在台湾之前不是一直喊抗中保台吗？抗中真的会有队友吗？前总统马英九就说了，台海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避战，因为世界已经没有办法再承受另外一场战争了。如果台海发生战争，你觉得美国会毫无保留的挺台湾吗？你看看乌克兰的惨状，都没有看到美军出现，兵力短缺加剧，现在乌克兰打算推新措施，让役男返台。乌克兰的媒体引述一份没有得到基辅证实的文件报道，外交部暂停为所有年龄介于18到60岁的乌克兰男性提供领事服务，只会向旅居国外的男子核发他们返国的文件。那么征兵力如前线单程票，乌克兰的男子呢，现在躲兵役宁愿闯死亡之河，怎么回事呢？乌克兰跟罗马尼亚边境有一条叫做蒂萨河，高死亡率让这条河被称为死亡之河。但是乌克兰边境防卫队常常还是冒着溺毙的风险，试图逃往国外来去躲兵役的男子可以说是多不胜数。可是你看看在台湾，我们的邱国正军审制度是不是恢复呢？国防部长邱国正证实正在研究当中，只要对于国军战训本务推动有利的附加方法，国防部都乐见。确实有在研究军审制度是不是应该要恢复。他说美军东南亚军备库存移到台湾，他也说有概略的方向了。但进度呢是目前是没有办法讲，因为军备军火差别是蛮大的，但是都还可以谈。只是我们要带你来看到的是，在亚洲的局势，包括了美国南海乱局，现在是不是也要拖台湾下水了呢？美国 F-22轮驻加手纳，强化第一岛链的空防，驻日美军冲绳加手纳空军基地迎来了第一批最新的部署的F-22战机，强化美国在第一岛链的空防力量，加强台湾防御，对抗中共的长程的导弹。那么美国预算现在排挤，传出 F-35的战机恐怕订购将减18%，因为美国2025年度的国防预算呢，包括了加强台湾防御，用于对抗中共威胁的长程导弹开发，推动核现代化，以及投入近100亿美元，提高印太地区的防卫能力。现在也看到了，在美菲演习的时候，靠近台湾，中国124艘的船只轮番盯梢。就在美国跟菲律宾的年度肩并肩联合演习登场的时候，此前的2个月，平均每周大概都会有60艘中国各类的船在这附近来活动。那么显示演习开始之后，中国派出的船舰也随之的越来越多。美国印太司令阿奎利诺他就讲到了，他说呢，中国在经济衰退其可以扩充军备，其实可以说是相当令人担忧。我们就来请教一下
李委员，您怎么看了？就是说这个赖清德一直想跟对岸喊话，对岸也寄出了棒子跟胡萝卜，你觉得我们接得到这个胡萝卜吗？首先啊，现在从马英九到中国大陆访问，跟习近平见面之后啊，我觉得中国大陆释放的出来比较多的是橄榄枝跟胡萝卜。那所谓的棒子呢，只能说就是原来被台湾感觉是棒子的，它并没有撤掉而已，并不是一个新棒子啊。譬如说在讲的那个 M503这个航线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大家之前一波已经探讨很多了。本来这个就是台湾自己去主张跟划设的，但也并没有经过国际法或者国际社会的一个认证，所以今天对中国大陆来讲，他说不存在的，他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两岸很好，那我们会要彼此尊重，那就是这个就是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可是呢，彼此讨论的政治基础不存在的时候呢，那这件事情也就没有什么好讨论的。所以对于来讲说这个是一个棒子吗？什么要叫棒子啦？我跟大家解释啦。如果在这个时刻同时释出善意，说大陆可能会开放观光客跟陆生来台，假设这是一个善意叫胡萝卜的话，如果同时又说我们要取消 ECFA或者 ECFA 的某些项目要停止的话，那这样子呢就很可能说是一个真正的棒子。但是我觉得 ECFA 的这个问题呢可能他们还会看一下，特别是会看到这个520到底赖清德的表现，以及他的新团队上去的一些基本的态度，因为他的这个团队啊，现在非常难预测。譬如说，国安会秘书长用一个战狼性的吴钊燮那你大家会觉得说，哇，这样子是不是整个这个战力提升？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你的国防部长，你却用了一个带不动军的文人部长。那调不动军的文人队部长，虽然说他可能在军售方面呢投美国所好，但是问题是相对来讲，他调动不太到军人的话，那对中国大陆是不是也表示说，我们并没有意思要跟你做军事的对抗呢？所以这个要看对岸北京它方面他们怎么解读。那另外呢，你说两岸邱垂正呢是原来邱泰山的副手，他现在升任主委那他的大陆一些朋友也蛮多的。那虽然他有意识形态这个坚持的问题，可是他们一般来讲也认为他是务实派。可是要看赖清德怎么主张或者国安会的问题。但是呢，现在海基会又放了一个郑文灿。好，那郑文灿呢，政治实力啦，这个资历位阶都算够高，那他又是属于比较身段柔软的，所以到底未来他这个组合在两岸的议题在美中对抗的问题，他们到底是会很强硬的偏某一边，还是会比蔡英文的状况会调整，还是呢会令大家大开眼界等等？现在预测有一点过早，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所放出来的，包含观光的团的这个善意呢，确实我们衷心的期盼就像马英九一再呼吁的。大家有了一点橄榄枝，有了一点比较这个机会，你要赶快去接球你要赶快回应。那这件事情我听我们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讲，他们之前在立法院呢办了一个座谈会，那么有直接问交通部的次长呢，他有明确的表达说，如果中国大陆开放陆团来台湾观光的话，台湾方面呢本来禁止我们组团去大陆访问的这个禁令呢也会解除那如果说两边真的在未来因为520其实也很近了嘛，没有几天，现在已经不到1个月了。如果在未来呢，520前后有了这样的一些发展，起码我觉得对赖清德大家可能会再给他一点期待跟机会吧，否则赖清德一下子
骂大家说叫我们要去洗涤人心，好，可是另外一下子又叫说年轻人去做梦，好，所以他一下这样一下那样，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该做梦呢，还是该洗涤我们的心灵。所以呢，这件事情赖清德的政府呢，因为的组合除了跟赖清德都是好朋友以外，其他的方向呢，我们还要重要的来观察。只不过我们要请教厉将军的是，当然现在很多的台湾人民最怕的就是两岸真的打起来怎么办？所以前总统马英九就说，这个避战就是很重要了。一旦打起来，你觉得美国真的会像我们一样，就是讲的说会当我们的靠山吗？美国怎么可能当我们靠山嘛？大家不要再做梦了。你现在讲这句话，说是美军这个战机 F-35已经减产18%，我跟你讲哈，这不只是光战机减产18%。美国2025年就是明年的国防预算，它现在金额是8500亿美元，然后2024年是8410亿美元，增加了1%。虽然说这个数额看起来是增加，但事实上它这钱用到哪里了？它军人的饷钱薪水增加了4.5%，再加上他们通货膨胀，所以他这次的这个国防预算，明年度的国防的采购项目里面，总共减少了哪些项目？第一个，你讲的没错 ，F-35战机从83架减成70架，就是减少了18%，省了16亿。另外，它还减少什么东西？大家就后续我讲了，你就知道这有多严重。第一个，它减少了关岛的防空系统。什么叫关岛的防空系统呢？我认为就是萨德防空系统。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东风快递26的状况之下，这么兵凶战危的状况下，他居然把自己的自我阉割，把关岛的这种防空系统给它删掉，表示他这个美国自己国防预算缩紧到什么程度？第二个，它减少的是什么？航母的订单。我们知道美国航母这个很多的航母都已经过了50年，都已经到了服役的年限期限，开始要陆续淘汰。那现在来讲，福特号虽然出来，第二艘肯尼号可能也要出来，但是第三艘后续来讲，它因为没有钱了，所以它减少航母的订单。第四个是最严重的，它减少什么呢？减少维吉尼亚潜舰的这个采购。维吉尼亚就是奥克斯嘛，就是他要卖给澳洲的嘛，他糊弄了半天。澳洲现在才知道被糊弄了，原来美国根本没有钱协助我建奥克斯潜艇，所以由这些项目里面，我们看这个美国自己来讲的话，他现在这个预算来讲，国防自己经费来讲，缩减这么多的状况下，他怎么还有多的余力来帮助台湾？我特别要举一个人讲的话，是美国人自己讲的话，美国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对不对？罗杰斯他特别讲说，我们的国防开支跟不上我们的通货膨胀跟敌人的进步。所以他们军事委员会都讲这种话，我们还有什么好指望的？另外我讲说废掉军审制度，我特别讲回不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国军如果说以我们这种在部队，我曾经在部队我都是在基层我曾经当过4个旅的旅长，当过5个连的连长。那部队的情形、那种生态、那种环境、那种观念，我太了解，我怎么不了解了？你那时候谁把军审废掉？不就你蔡英文吗？挂个国防部3个字，在那个地方抗议，然后。我们马英九也没有用，对不对？被逼得到把军审制度废掉以后，现在部队变什么样子？我们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不以为然。我跟你讲，各位，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光在营区里面自我伤害、自杀死掉了就14起，严不严重？非常非常的严重。这代表部队里面管教有很大的问题，不然的话不会有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自我伤害？第二个，我们经常听到的卫少失职了，要不然就是威胁、恐吓、殴打长官了，要不然就是什么不假离营，然后不回来了。甚至我举一件事情，如果站在老兵、站在不管这个国家军人立场来看的话，是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金门那个金厦水域事件的时候，居然经防部有一个士官，他还是自愿役的他可以划船出去钓鱼，就被人家捞走。你想想看，在那么双方来讲兵凶战危已经一触即发的状况之下，居然还有士官可以放假，还可以外出去钓鱼。你想想看，违反军纪到什么程度？所以说，当这些军纪都没有的时候，你如果说干部就没有办法去带兵了嘛。我们都知道，现在要讲带兵，如果你不能带兵，你这些兵没办法带，警戒下你就没办法练兵。当你兵练不出来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在战场上用兵。所以说，我们国防目前来讲，这些兵如果说是再加上顾立雄当国防部长，我觉得就变成乌合之众了。
好，我们来补充一点哦，就讲到这个两岸呢，是不是要开放旅游这件事情有望松绑？其实王国材也讲到了，我们这一方啊也不断释出善意。王国材说，3到5月的时候已经开放团客到大陆去，6月以后呢，就看他们有没有释出善意，要官方正式的表达，要化为具体的回复，让自由行跟团客来台。当然呢，台湾旅游界是希望是往好的方向走。只不过我们要问一下介大使，您又是怎么看呢？最近美菲演习动作很多，对于台湾来讲影响，您觉得大概有多深远？我觉得影响不是那么大了哈。这个美菲演习虽然它这个规模很大，大概菲律宾大概有差不多8000人吧，然后其他就美国哈。第一个它是年度的，它现在是扩大，而且美菲之间过去就有这个协防条约，那之间本来就是有这种军事合作，本来规模就很大。那不过我觉得就是说，他要增强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敏感性跟挑战性，要看他在哪里演习。因为菲律宾跟中国大陆哈，跟我们啊，我们也是南海的伸手国啊，有这个领土纠纷的哈。那在黄岩岛跟这个仁爱礁啊这些部分啊，这次的这个军演离那2个比较争议的领土都有一段距离，那么它会在这个，就是说我们巴士海峡中间那一块哈，属于菲律宾的那一块水域进行演习，所以我觉得它已经比较尽量避免到争议水域哈。那我想原因是因为美国不愿意哈，真正这个演习哈，有太具有怎么样这种挑战性，那这种年度演习。那对台湾来讲的话，我们不要忘记啊，美国跟菲律宾基本上是有协防条约的。那也不要忘记啊，我们过去跟美国也有协防条约哈，我们被美国出卖掉一次啊。美国在1979年跟大陆建交的时候啊，答应大陆3个条件，叫断交、废约、撤兵。断交就是断绝跟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废约是什么约？就是中美协防条约啊，1957年就签，1950年代就签的。然后呢，撤军。以前美军在台湾跟现在在菲律宾都有这样，所以哈，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比较重要。这个美菲之间的这种军演哈，行之有年，规模有大有小，就是如此而已啦。不过我讲到就现在的两岸的所谓观光市场的问题啊，我也研究了一下，你知道。现在我们台湾老百姓要去大陆是很开放的啊，只是说旅行社来组团，他本来说开放的，结果又说只开放到5月，对，那6月开始又停了，有开有停啊，反正民进党政府就是怎么话他都说有道理嘛。那你知道大陆人民来台湾不是大陆在拦啊，是我们现在不让他来啊。你知道大陆人民什么状况才能来台湾？你知道只有几种，第一个。在居住在港澳台，已经有港澳台身份，已经在外国，他有外国居留证的，这些大陆的人民才能够来台湾，申请来台湾。这第一类。第2类就是说，在港澳台做什么？当学生，在国外也有学生的资格的，正式学生资格的啊，要不然就是有在外国拥有永久居留权的。就只有这3类人来啊，其他都不能来。那门槛很高，基本上就是都不能来啊。对啊，你不要说大陆团客，大陆的自由行也都禁光了，对不对？所以我不晓得这个王国材他知不知道这一点，我们台湾的社会知不知道这一点，对不对？你今天我们现在台湾要去大陆，你只要台胞证，你随时就进去了。大陆人民其他所有任何，包括探亲、包括开会、包括洽公，全部是要经过特别申请。说都是个案申请，所以这是两岸目前的人民之间互动的现状，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讲完了两岸关系，稍待一会休息之后回来带你来讨论中美关系。